故事要从一个令人意外的猜测开始，有没有可能中东的以色列会成为第一个和台湾建交的非邦交大国？乍听之下仿佛天方夜谭，但近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让这个话题悄悄浮上台面。以色列和台湾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块土地，一个在地中海畔，一个在太平洋中，一个被周边邻居环伺威胁，一个被强邻虎视眈眈。两者官方上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在近年发展出一段微妙而紧密的友谊。本篇将以故事叙述的方式，带大家轻松探索这段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转变，台湾如何经营与以色列的互动，美中两强如何施加影响，到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左右台以交流，最后看看有无出现任何建交或战略合作的苗头。在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这段跨越万里的关系正写下怎样的篇章呢？先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说起。官方而言，以色列奉行的是典型的一中政策。早在1992年1月，以色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当时签署的联合公报白纸黑字写着，以色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法律上，以色列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于是，以色列和多数国家一样，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大使馆，也不会公开派部长级官员互访。一句话，以色列在台北既没有以色列大使馆，只有个名称拗口的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在特拉维夫也只能设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双方礼尚往来，各自派驻代表充当变相的大使。这些办事处自1993年成立至今，功能上几乎和大使馆无异，但地位上毕竟只是一种民间机构的待遇。不过，官方的制式表态是一回事，实际互动又是另一回事。以色列虽然在外交名分上小心翼翼，但长期以来对台湾保持着相当热络的实质交流。可以说，以色列对台湾戴着两张面具，公开场合一本正经地尊重北京的立场，私底下却对台湾频频点头微笑。尤其近年，这层面具似乎越摘越下来，露出友善真实的表情。举个例子，以色列竟然在国际会场为台湾仗义直言。2024年和2025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讨论台湾参与问题时，以色列代表接连发言支持台湾加入。要知道，能在这种全球瞩目的正式场合力挺台湾，绝非寻常小事。这表示以色列在公共卫生领域不顾中国反对，认为台湾的声音值得被听见。对比许多国家对台湾议题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以色列的表现相当大胆，让台湾民众大感意外又惊喜。再看今年发生的一场小风波，2024年5月，以色列海法市举办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邀请各国驻以色列代表参加。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雅萍名列受邀来宾，甚至被安排在活动上致辞。消息一传到中国耳里，北京派驻的人员当场向主办单位抗议，要求把台湾代表赶走。结果主办单位根本不鸟这套，中国代表一气之下提早离场抗议。这段插曲透出一个信息，以色列在非正式场合并不愿配合中国去冷落台湾，反而给了台湾代表应有的尊重。主办单位敢于抗议中国代表，背后也显示以色列官方默许这种对台友好的姿态。可以想见，在场的台湾驻以代表心中应该暗爽，谢谢你们不赶我走，这面子我们台湾记下了。还有件事颇耐人寻味，以色列驻台代表处曾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总统。2023年10月，发生震惊全球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立即发声明谴责暴力并声援以色列。以色列驻台办事处随后在社群媒体发文道谢，不但特地用中英文致谢，还直接用了总统、副总统的正式称呼来提及蔡英文和赖清德。这可是在打破外交忌讳，一般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官方场合都避免用这种头衔，以免显得承认台湾主权。然而以色列办事处这番操作，等于半公开地尊重了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称号。虽然只是一则脸书贴文，但细节之处见真章，台以之间的互动温度由此可见一斑。
更直接的表态来自以色列驻台湾的代表本人。现任以色列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尤玛雅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就在哈马斯袭击后的2023年10月下旬，他面对媒体公开称赞，台湾真的是以色列的好朋友，对台湾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的同情和支持表达感激。同时，他话锋一转，罕见地批评起中国。中国对哈马斯攻击的反应令人困扰，因为北京在该冲突中虽然口头呼吁停止暴力，却迟迟不愿谴责哈马斯，还跟俄罗斯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谴责哈马斯的决议。在以色列人眼里，这等于是对恐怖攻击不痛不痒。尤玛雅大使的这席话明白反映了以色列官方对中国的不满，以及对台湾友情的肯定。在他眼中，台湾的雪中送炭可贵非常，而中国的冷漠让人寒心，这样直言不讳，可说前所未见。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积极。一方面，以色列没有改变他承认北京的官方立场，但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不避讳强调跟台湾的价值连结。或许是因为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以色列也意识到民主阵营需要抱团取暖。当很多国家在以巴冲突中渐行渐远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给了以色列坚定支持，这让以色列颇为感动。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老是和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唱同一首歌，台湾却和以色列同病相怜般站在一起，孰亲孰疏，不言自明。于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台湾展现更多善意。总而言之，如今的以色列对台政策有点像高空走钢索，一只手还挽着中国，以免掉下去，另一只手却在悄悄向台湾招手致意。俗话说，掌声响起来，必然有人喝彩。以色列对台湾示好的背后，其实也有台湾主动经营的成果。接下来看看台湾方面是如何推动台以关系一步步拉近双方距离的。首先，台湾对以色列的政策基调一向明确，虽然彼此没有邦交，但以色列是台湾非常重视的伙伴。台湾长期处于国际外交困境，能结交到像以色列这样的中东强国，自然是求之不得。因此，台湾政府这些年对以色列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不仅在官方层面维系交流，更鼓励民间各领域广泛合作。可以说，台湾是把以色列当成了准友邦来看待，用尽办法加深彼此连结。双边互设办事处是最重要的起点。1993年起，双方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办事处，虽然名义上不叫大使馆，实际上派驻人员、提供服务都和大使馆差不多。这30年来，台以双边透过办事处签署了30多项协议，涵盖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观光等各领域，简直包罗万象。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航空运输协定，到环境保护备忘录、农业合作、科技研发合作等等，一应俱全。2020年，双方甚至签了互相承认驾照的协定，方便彼此国民考取使用对方的驾照。可见在许多实务事项上，台湾和以色列几乎是按照邦交国的模式在往来，缺的只是外交承认而已。经贸交流更是频繁热络。以色列虽小，却是创新科技强国，台湾则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制造重地，双方经贸上相辅相成。近年双边贸易额稳步成长，每年贸易总额在数十亿美元规模。台湾的高科技产品、半导体设备等输往以色列，而以色列的芯片设计技术、医疗器材、农业科技也引进台湾市场。2022年，双方贸易额超过30亿美元。2023年，尽管有战争因素略有起伏，整体合作趋势仍在向上。台湾外贸协会还在特拉维夫设立了台湾贸易暨创新中心，积极协助台湾厂商拓展以色列市场。这股热络不光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产业合作上。像台湾的科技公司常赴以色列寻找创新技术投资，以色列的新创企业也乐于和台湾合作，将技术商品化。双方都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一个是科技新创的创业国度，一个是高科技制造的半导体王国，双剑合璧，自然前途无量。除了商业经贸，文化教育交流也是一大亮点。台大、清华、交大等台湾知名学府早与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
特拉维夫大学等签有交换学生和学术合作协议。2024年10月，台以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推动艺术展演、文创产业交流。更有趣的是，以色列驻台办事处还在2023年初于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了名为当台湾人遇见以色列的摄影展，庆祝双方互设办事处30周年。透过一张张照片，台湾民众看见以色列风土人情，而台湾的人情味也传达到以色列朋友心中。这种软实力的互动增进了人民间的理解，好感度直线上升。谈到人员往来，不得不提最近刚上路的度假打工计划。2023年底，台湾与以色列签署青年工作假期协议，并在2025年6月正式启动申请。这个计划每年允许双方各200名18到30岁青年赴对方国家旅游打工长达1年。对年轻世代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去远在天边的国度体验生活。一位台湾年轻人或许可以背起行囊，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打工度日，相对地也会有以色列年轻人飞来台北，在夜市的小吃摊或科技新创公司累积人生经验。透过这样的交流，两国的新生代将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结。只是很可惜，中东局势瞬息万变。就在计划开跑不久，因为2025年中东再度紧张，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升温，台湾外交部基于安全考量，宣布暂缓执行这个度假打工计划。消息一出，不少满心期待的年轻人顿时大失所望。不过外交部也强调，等中东情势缓和，计划会尽快恢复，已获许可的人选可顺延资格。这段小插曲提醒了我们，台以关系虽热，但仍受到地缘风险影响。所幸双方推动交流的意志没变，等风头一过，年轻背包客们依旧有机会踏上圣城耶路撒冷的土地，或在台湾夜市里品尝珍珠奶茶。台湾对以色列不仅是热情互动，更展现了道义上的支持与善意。2023年10月，哈马斯恐攻以色列后，台湾成为亚洲地区最早谴责哈马斯、声援以色列的地方之一。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蔡英文、当时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几乎是第一时间发声明，力挺以色列反恐自卫的权利。台北一栋地标建筑台北101大楼还在10月12日亮起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灯光，象征与以色列人民同在。这种举动在过去并不多见，可说是台湾对遥远盟友的一次深情告白。更实际的是，台湾政府和民间发起募款，短时间内就凑了超过180万新谢克尔，约新台币500万元，捐给以色列地方政府联盟，用于战后医疗及通信设施重建。此外，台湾还额外捐助了一批物资给协助以色列士兵和罹难者家庭的组织。连以色列自己国内都有国会议员感慨，有些在北部遭受战火威胁的以色列村庄，我去探访时，唯一陪同我的外国人竟是台湾驻以色列代表，他专程来帮忙。这名议员难过地批评自己，政府漠视那些村民，反而是远方的台湾伸出援手，令人动容。台湾这一连串举措反映出台湾政府的一项策略，把道义外交做到极致，以情动人。台湾明白，以色列虽重视现实利益，但也不会忘记谁在危难时真心支持他们。当全球许多声音开始质疑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时，台湾选择聚焦于谴责恐怖主义，呼吁和平，对以色列的正当防卫给予同情理解，尽量不在公共场合批评以色列。这种友好态度正逐渐换来以色列的回报。除了前述在 WHO 场合的力挺外，2024年4月，以色列国会台湾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团访问台湾，当面感谢台湾在困难时刻所展现的支持和情谊，强调这份友谊我们永远记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见他时也表示，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台湾和以色列都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彼此更能理解相互扶持的重要性。可以说，台湾对以色列施展的是魅力攻势和务实合作双管齐下，一方面以善意、同情赢得以色列人民和政府的好感，另一方面以实质交流和利益捆绑，巩固双方关系。台湾外交向来吃亏在国际现实，但在耕耘类似以色列这样的非邦交友好国上，
却颇有一套。现在的台以互动俨然已是只差临门一脚的密切伙伴关系，除了没有互设大使馆和互派正式大使，其他种种作为直追真正的盟友。当然，台湾也很清楚自己不能要求以色列为了台湾去和中国翻脸。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强调，我们不会要求朋友替台湾上战场，我们所希望的是国际上的道义支持。这份体谅让以色列心领神会，毕竟谁都明白以色列有以色列的难处，台湾不会天真到让人家设北京而取台北，但台湾相信只要交情打好了，关键时刻朋友自会拉你一把。正如俗话说的，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台湾努力扮演那个雪中送炭的朋友，如今看来，以色列也开始愿意为台湾站台呐喊了。探讨台以关系，不能忽视幕后两只大象，美国和中国。在国际外交的厨房里，哪里都有美中两强的一双眼睛，台湾和以色列这锅汤，自然也难逃他们加柴添火或调味品的影响。美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有时潜移默化，有时赤裸裸干预，交织成台以关系的背景底色。先说美国，美国和以色列是传统铁杆盟友，美国和台湾也是实质上的坚定伙伴，虽然没有邦交，但有台湾关系法保障，因此美国在这桩台以友谊中其实乐见其成。对华盛顿而言，看到自己的两个小老弟走近，自然有利于构筑更广泛的民主阵营合作网络。美国长期以来都希望把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串联起来，共同抗衡集权势力的扩张。在美中战略对抗日趋明显的近年，美国更倾向于鼓励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与美保持步调，也就是说，不要和中国走得太近。当然，美国不至于公开唆使以色列去跟台湾建交，毕竟美国自己都还没正式承认台湾呢。但华府乐于见到以色列多跟台湾交流合作，这对削弱中国影响力有帮助，同时也可让台湾更安全一分。事实上，美国在背后推了一把以色列和台湾的靠拢，这并非阴谋论，而是有迹可循的。例如，美国过去几年不断提醒甚至施压以色列，要求其降低对中国投资和技术的依赖。2018年起，美国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以色列基础建设项目公开表达担忧，其中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企业取得海法港新码头经营权的案子。因为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军舰经常访问海法港，美国担心有中国公司驻守港口，恐有安全风险。结果压力之下，以色列近年果真设立了投资审查机制，把中国公司排除在一些敏感项目的招标之外。又比如2020年起，美国力劝以色列别让中国企业承建特拉维夫地铁关键路段工程，尽管以色列嘴上不承认受美方摆布，但实际上已开始在中以经贸合作上踩刹车。美国此举的目的，一来是维护自己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二来也是要以色列逐步与中国脱钩，别站错队。当以色列与中国保持距离，他就更有余裕去亲近台湾，而不怕被美国嫌弃。可以说，美国塑造了一个氛围，让以色列觉得多跟台湾交往是正当且被鼓励的。美国对台以关系的影响还体现在战略思维上。近来一个热门话题是把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与台湾做类比。哈马斯袭击发生后，美国全力声援以色列，同时也在台海增加军事存在，这引发某些讨论。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进犯台湾，美国会不会像支援以色列那样来支援台湾？甚至有舆论担心，如果美国在以色列遭袭时都没有及时军事介入，会不会让北京误判美国对台协防的决心？对此，美国官员和学者纷纷出来灭火，表示以色列与台湾情况不同，不宜直接类比，毕竟以巴冲突性质不一样，美国对台湾早有军事承诺。但不管怎么说，以色列的战争在美国决策圈中确实触发了有关台海安全的联想，一些美国议员更把台湾纳入对以色列、乌克兰的综合援助法案中进行表决，间接把三者绑在一起谈。2024年4月，美国众议院曾表决通过一笔包含援助以色列和台湾的巨额安全援助预算，这让以色列和台湾双双对华府表示感谢。可以想见，美国在军事外交上正悄悄把台湾和以色列当成同一队伍的队友，资源配置也开始联动。
美国此举传达给中国的信号就是，别妄想各个击破，我的朋友们可是一体的。再看中国，中国对台湾那是众所周知的打压，对以色列则是若即若离的利用和拉拢并存。北京当局一贯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把这当作外交红线。对于以色列，北京当然也不例外的敲打，只要台湾和以色列走近一步，中国就皱眉一下。像前面提到的海法事件，就是中国马上跳脚的反应。但中国给以色列的压力更多是在闭门场合，例如透过外交管道提醒以色列坚守一中原则，不得逾矩等等。我们可以想象，每当传出以色列国会议员团要访台，或台以将签署某某新协议时，北京的外交人员大概就要去找以色列的政府官员谈心一番，表达关切甚至警告。不过以色列似乎愈来愈不吃这一套了。一来是台以交流没触碰最敏感的底线，例如没有互设大使馆，所以中国也只能抗议几声了事。二来也是中国自己近年的所作所为寒了以色列的心。中国本来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中东地区传统上也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然而习近平政府近年野心勃勃，试图在中东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中国一方面大撒币，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又拉拢以色列的对头们，例如在联合国场域几乎逢以色列相关议题必偏向巴勒斯坦立场，还高调与伊朗称兄道弟。尤其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邦交，这让以色列既惊讶又有点失落。原本以色列希望自己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能共同对抗伊朗，可中国突然跑出来当和事佬，搅乱了中东棋局，更别提伊朗与中国签署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中国被认为将在经济上大力支援伊朗。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生存威胁，中国却在关键时刻拉了伊朗一把，这笔账以色列人心中难免会记着。哈马斯战争更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10月战事期间，中国表面上呼吁停火，但迟迟不愿直接谴责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自卫超出正当范围。不但如此，当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谴责哈马斯和声援以色列的决议时，中国投下反对票，等于和俄罗斯一起堵了以色列的后路。在以色列举国震怒哈马斯暴行，全球谴责恐怖主义的氛围下，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刺眼。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中国这回彻底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些以色列媒体和政要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偏帮恐怖分子，丧失道义，双方互信由此降到冰点。有分析指出，这是中以建交30多年来关系最冷的一刻。原本传闻以色列总理可能在2024年访问北京，如今看来也遥遥无期。在战争期间，以色列甚至一度传出不满中国角色，考虑调整对华关系的声音。虽然政府高层没有发表极端言论，但民间和智库已开始讨论中以关系是否需要重新评估。以色列著名智库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就观察到，2023年中以经贸往来首度出现显著下滑，其中或许有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双方贸易信心下降。中国过去几年高速成长为以色列的重要市场，但2023年双边贸易额却比前一年骤减近20%，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以色列自身经济动荡、内部政治危机、战争等，但也折射出中国和以色列渐行渐远的势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相对削弱，自然也间接放大了台湾的机会窗口。以色列现在对中国可谓又爱又恨，戒慎恐惧。爱的是中国市场和投资，不想轻易放弃；恨的是中国在战略上靠向自己的敌人。面对这种复杂心情，以色列未来很可能会更小心地和中国来往，不让北京牵着鼻子走。同时，以色列也会思考如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免关键时刻被掣肘。美国当然乐观其成，台湾更是看到一线生机。当以色列不再一味讨好中国，它就有更大空间提升跟台湾的互动层级。简单说，中国在台以关系中的角色，从原先的防火墙渐渐变成纸老虎。中国还是会跳出来吓唬人，但台湾和以色列都没打算被咬伤，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当然，我们不能天真以为中国会袖手旁观。若哪天以色列真在敏感问题上越线，
例如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或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中国势必强烈报复。中国手上握有几张牌可以打：经贸制裁、外交降级，甚至在中东问题上更加偏袒伊朗和巴勒斯坦来惩罚以色列。但反过来说，这些牌北京未必敢轻易出。对中国而言，以色列也不是个可随便捏的软柿子。以色列在美国政坛有巨大影响力，北京若真和以色列撕破脸，恐将进一步恶化自身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得不偿失。因此现阶段，中国大概还会采取拉以色列输台湾的策略，一边对以色列讲经济利益，拉拢说咱俩做好伙伴吧，一边继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让以色列看到台湾没有中国靠得住。这场角力还会持续下去。不过如前所述，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中国的策略奏效几率降低。以色列不是傻子，他正逐渐认清民主世界和专制阵营的新冷战轮廓隐约浮现，站在哪一边对长远国家利益影响深远。夹在美中之间的以色列正在慢慢向美国阵营在靠拢，而台湾恰恰是美国阵营的一员。未来中国在台以关系中恐怕越来越鞭长莫及，只能干瞪眼看着两个他不想见到亲近的对象走得更近。讲了这么多，终于要回到那个让人浮想联翩的问题：以色列会不会跟台湾建交？双方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甚至出现某种战略同盟？时至2025年仲夏，让我们来盘点所有线索，试着描绘这段关系的未来轮廓。首先要强调的是，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台湾之间并没有任何正式建交的官方消息。双方政府虽然互动热络，但都很谨慎，没有谁宣布要改变现状，从办事处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一步实在太大，充满风险。一旦建交，以色列势必要和北京断交，这对以色列而言意味着断送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可能引来中国在外交和地缘上的报复。而台湾这边虽然求之不得，但也很明白，以色列不可能轻易放弃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所以短期内台以建交依然属于小道传闻和专家幻想的范畴。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官方在任何正式场合都未透露有此打算。然而，国际关系从不是静止的湖水，而更像起伏的潮汐。一些异样迹象正在累积，值得我们留意。首先是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和立法部门对台湾的友好度大增。过去，以色列议会对台湾议题少有关注，但现在不一样了。议会中已经组成跨党派的以色列台湾友好协会，定期研讨台湾相关议题。在2024年和2025年间，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连续2年造访台湾，而且规格越来越高。2024年4月，由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代表团访台，不仅见了蔡英文总统和外交部长吴钊燮，连台湾新当选的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等人都会见了他们。一行人还去拜访南部科学园区，参观绿能示范场域，可谓行程满当。塔波罗夫斯基明确表示，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政党，这反映出以色列政坛对台湾支持已超越党派。他强调以色列朝野对台湾的支持是团结一致的，并提到以色列自1993年设立驻台办事处以来，已和台湾签了30多项合作协定，未来希望继续深化关系。到了2025年5月，又一批由外事国防委员会成员泰勒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访台，这次更会见了台湾新任的副总统萧美琴，刚于2024年就任，以及国安会秘书长等高层。双方除了讨论科技、农业、资讯安全等合作，还首度触及了敏感的安全议题。据台湾方面转述，这次他们谈到了创新、农业、防务等战略合作领域。泰勒议员称，台湾是以色列真正的朋友和重要的民主盟友，我们面临类似的挑战，加深这种伙伴关系符合我们国家利益。这番话已经非常接近盟友间的调调，不再只是普通朋友寒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意机构已经在为双边关系升温预热，替未来可能的官方行动营造氛围。其次，我们看到战略合作的苗头，虽然台以之间还没有明面上的军事同盟或情报共享协议，但暗地里的交流正悄然展开。
2025年年初，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的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台湾智库，双方讨论建立长期对话机制，包括安全合作议题。与会的前台湾外交部长田宏茂直言，希望能为双方探索共同关切问题，比如区域安全，建立一个框架。出席的以色列驻台代表尤玛雅也批评了西方媒体对以色列反击恐怖主义的不公报道，可见双方在安全认知上相当契合。此外，有传闻指出，台湾方面对以色列的尖端军事技术深感兴趣，例如如何应对飞弹袭击的铁穹防御系统、无人机防御技术等等。而以色列也乐于了解台湾在半导体战略上的经验，因为台积电对台湾的重要性就像以色列国防工业对以色列的重要性，双方各有所长，如果能优势互补，确实存在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讨论目前仅限于闭门研讨，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协定，但不排除未来某天，台湾和以色列会签署一些具战略意义的谅解备忘录，比如在网络安全或情报交流方面，如果那一步出现，将代表台以关系的质变。谈到军事合作，必须回顾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其实在冷战时期，台湾和以色列曾是隐秘的军事伙伴。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后，美国为了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默许以色列扮演第三方军火供应商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台湾曾经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不少军备和技术，包括攻击快艇、各式枪械、飞弹零部件等。据说台湾的经国号战机和多艘军舰都有以色列提供的升级配件和系统。当年以色列为了冲破外交孤立，也乐于卖武器给台湾换外汇，可谓一拍即合。一直到1992年，以色列和中国建交，这条暗线才被迫中断。中国当时就放话，以色列不许再对台军售。自此以后，以色列表面上遵守承诺，再没传出对台出售武器的大案子。然而，有些合作可能一直没断，例如电子战设备的信息分享、军事训练、经验交流等，只是不公开而已。200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曾指责以色列在美方默许下暗售部分尖端武器给台湾，虽然无从证实，但也反映出北京对台以私下军事往来的疑虑从未消除。如今时移世易，如果中国持续与以色列对立，例如加大对伊朗的军援力度，不排除以色列会考虑重新打出台湾牌，可能不是直接军售，但协助台湾提升军防能力，也许在所难免。一些台湾和国际的安全专家就推测，未来某天，美国为了吓阻中国犯台，可能会游说或默许以色列把部分防空反飞弹技术提供给台湾，甚至参与台湾的武器研发项目。这当然还只是猜测，可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到需要拉帮结派对抗的地步，以色列势必选边美国，那么和台湾联手围堵中国，就可能从幕后走向台前。除了军事和情报领域，政治上的突破也值得观察。是否可能有朝一日，以色列政府高调宣布提升驻台办事处层级，甚至改名为以色列在台湾代表处，这样更官方的称谓？这类象征性动作其实影响重大。比方说，立陶宛2021年就因为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而遭到中国经济报复。以色列若做出类似举动，等于半只脚踏出建交的一步。尽管目前看来，以色列还没有勇气踩下这颗地雷，但从语言用词上的细微变化，已经可以窥知未来方向。例如，以色列官员现在私下谈到台湾时，更常用台湾这个词，而非台北等委婉称呼。以色列媒体报道台湾新闻时，也越来越直白，不再只是转载中国官方说法。有些智库建议政府应该考虑邀请台湾官员以适当身份访问以色列，或者参加在以色列举办的国际会议，假以时日，这些建议若成真，都将是一种关系升级的信号。当然，所有美好展望都必须面对残酷现实的检验，台以关系要更上一层楼，最大的变数仍是中国。只要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松动，以色列就不会轻易抛下北京。一旦以色列觉得来自中国的经济诱因大过战略风险，他还是会对台湾保持一定距离，至少不会让北京觉得以色列要承认台湾了。因此，可以预见在近期内，台以关系可能维持一种暧昧升温但不越雷池的状态。
非官方合作愈发密切，高层互动增加，甚至可能在科技、经贸之外碰出一些安保议题，但双方都不会公开提及建交，不会让对方陷入外交险境。然而，历史的车轮往往因意想不到的事件而转向。我们可以脑洞大开一种情境，假如中国在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或在联合国对以色列祭出严厉制裁甚至军援以色列的敌人，那么以色列极可能出于报复或自保，考虑与台湾关系转正。一位台湾学者吴家龙就曾大胆预测，如果中共对付以色列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色列迟早会对中共出手，给难看，其中可能包括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甚至外交承认台湾。这种看法虽然具争议，但也反映出在某些战略圈眼中，台湾已被视为牵制中国的一枚关键棋子。如果中东与东亚的两场博弈以一对抗与两岸冲突交织在一起，美国绝不会坐视，可能串联以色列、日本等盟友，形成更紧密的安全网。而台湾在这张网络中的地位只会水涨船高，不会被抛下。最后，我们不妨用稍微轻松的笔调勾勒一下未来的图景。或许有一天，特拉维夫的街头会出现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台北的总统府也迎来戴着小圆帽的以色列大使递交国书。这是极富戏剧性的场景，仿佛电影桥段，但正如很多预言终将随时间被证明为真或假，我们眼下只能说，这样的剧本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当年埃及和以色列世仇几十年，不也在一夕之间签了和平协议吗？国际政治永远充满惊奇，我们所能确定的是，目前台以之间那股暖意融融的趋势还在继续，双方都表现出更亲近的意愿。下一步也许不会是惊天动地的建交，但很可能是更多实质而低调的合作，例如共同研发农业科技，携手打击网络犯罪，互派年轻军官进行非正式军事研讨等等。这些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实际上已让台以关系迈入新纪元。总而言之，截至2025年6月，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可谓达到历史上最紧密的阶段。官方立场上，以色列依旧口头遵循一中原则，但行动上却频频对台伸出有益之手。台湾则把握机会，以热忱和实力赢得以色列的尊重与友爱。美国在旁推波助澜，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因自身立场而削弱。展望未来，台以不太可能立即蹦出一纸建交公报，但关系升级的小惊喜可能一个接一个，更多高阶官员互访，更深化的产业协定，甚至默契式的安全合作。正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友谊的果实足够饱满，也许终有一天会结出正式外交关系的奇异之果，那将是对国际外交版图的巨大震撼，不啻投下一颗震撼弹。但无论结局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台湾的故事还在继续，两地人民将继续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起书写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篇章。谁又能料想，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不会惊叹，原来今日世界格局的一次重要转折，居然有台湾和以色列联袂登场的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